有多少人以为这次迪士尼邮轮来新加坡，是新加坡政府花天价砸钱买来的？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的对手都有谁。上海有现成的迪士尼乐园可以做客流协同，香港有100年的深水港底蕴，而东京更不用说，那里有全世界最狂热、最愿意花钱的迪士尼死忠粉。但是，迪士尼凭什么把全亚洲唯一一艘20万吨级的巨无霸邮轮死死绑定在新加坡？而且一签就是整整5年的独占协议，别人连一口汤都喝不到。今天阿明带你撕开这层遮羞布，看透背后的真相。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招商引资胜利，而是一场新加坡蓄谋已久的基建肌肉压制和地缘精算降维打击。看完这期视频，你会对新加坡的可怕前瞻性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记得点赞收藏，我们直接进入正题。老牌强手不是不强，而是牌桌上的游戏规则早就变了。你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坐邮轮，船上的主力军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先来看看上海和香港，这2个地方虽然背靠大树，客流基础庞大，但其实早就陷入了致命的同质化竞争陷阱。从这里出发的航线，翻来覆去基本只能在日韩打转。航线雷同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极度同质化，最后大家只能拼价格，999包邮的低价团满天飞。可是大家想一想，迪士尼要的是什么？迪士尼要的是源源不断的新客流，是愿意为高溢价产品买单的优质客户，绝对不是来卷低价游的。我们再来看老牌霸主东京，底蕴确实深厚，但日本面对的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致命伤，那就是老龄化瓶颈。你去看看那些从日本母港出发的邮轮，甲板上放眼望去，一半以上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乘客。但是迪士尼的商业算盘是怎么打的？它的核心盈利点是靠那些愿意为了一个米老鼠头菇、一套公主裙挥金如土的年轻高净值家庭撑起来的。迪士尼需要的是充满活力的年轻父母带着孩子在船上疯狂消费，而不是端着保温杯泡着枸杞早睡早起的夕阳红旅行团。传统北亚市场已经是一片红海，迪士尼如果想在亚洲赚取超额利润，就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充满年轻财富活力的跳板。而这个跳板，放眼整个亚洲，只有新加坡能给得起。为什么这么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东西，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什么叫让人绝望的压制力？很多人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根本没注意到一个极其恐怖的时间差。如果你是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你会选一个下船排队3小时的港口，还是一个45分钟就能让几千人全部顺利通关的港口？答案显而易见。在迪士尼正式对外宣布定点新加坡之前，新加坡滨海湾邮轮中心，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MBCCS， 已经悄无声息地砸下了4000万新币，彻底完成了港口的升级扩建。这可不是小修小补，它的接待能力直接从原本的6800人强行拉爆到了惊人的11700人。大家要知道，迪士尼这艘巨无霸邮轮满载可以容纳6000名乘客，加上2000多名船员，体量极其惊人。当其他国家的官僚系统还在为了要不要为了这艘船去专门改建港口而开会扯皮、层层审批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已经把一把完美适配的钥匙直接塞到了迪士尼高管的手里。这种做法在城市规划里叫做基建冗余。我不管你来不来，我先把梧桐树种好，而且要种最高规格的。更可怕的是，新加坡展现出来的极致效率。几千人同时下船，这在很多国际大港口简直是一场灾难。你拖着行李箱，带着老人、小孩，在海关大厅排队通关，能让你排到怀疑人生，3个小时起步都是家常便饭，游客的体验感直接降到冰点。但在新加坡，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全面启用了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自动化通关系统，几千人的入境清场只需要短短的45分钟。45分钟，你喝杯咖啡的时间，
一整艘巨轮的人已经全部疏散完毕，舒舒服服地坐上出租车前往市区了。对于迪士尼这种视游客体验为生命的顶级邮轮公司来说，时间就是真金白银，体验就是复购率。新加坡卖给迪士尼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停船的泊位，而是一种极致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告诉你，只要你把船开过来，剩下的所有麻烦事，我都已经替你解决得干干净净。面对这种量身定制的顶级基建服务，试问哪个巨头能拒绝？但这仅仅是硬件上的碾压，新加坡真正赚钱的杀招，其实藏在天上。普通人看邮轮经济，最大的误判就是觉得邮轮游客不过是下船走马观花，随便买杯咖啡，吃顿快餐的过客。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大家不妨在弹幕里猜一猜，在新加坡坐邮轮的人，人均到底会花掉多少钱？来看看2024年最新鲜出炉的硬核数据吧。整个东南亚的邮轮产值已经高达127亿美元，而其中最让人胆寒的数据是，这里的邮轮游客人均消费高达2564美元，折合成新币大概是3200多。这是什么概念？这可是全球平均水平的整整2.4倍。新加坡凭什么能拿走其中将近36亿美元的直接经济产出？靠的根本不是本地那几百万人口的内需，而是全亚洲独一份的海空联运降维打击。所谓的海空联运，就是游客先坐飞机到新加坡，然后再从新加坡登船。新加坡根本不是在做本地人的生意，它是把自己打造成了全亚洲唯一一个能够实现3小时飞行圈、覆盖2.5亿中产阶级的超级圆心。根据统计，超过60%以上的游客是专门从周边国家坐飞机落地樟宜机场，然后再去上船的。这帮人是谁？他们是非价格敏感型的东南亚新贵，是印度的顶级富豪，是整个泛亚洲地区最愿意花钱的高净值人群。他们的消费模式是怎样的？他们飞到新加坡之后，绝对不会立刻上船，他们通常会提前几天抵达，带着一家老小直接入住滨海湾金沙酒店的豪华套房，晚上去吃几顿米其林大餐，白天去乌节路顺手买2块劳力士，扫荡几只爱马仕包包，最后才悠哉悠哉的去滨海湾邮轮中心登船。等他们下船之后，可能还要再去圣淘沙玩上2天。这群人给新加坡贡献的国内生产总值，顶得上普通穷游背包客的10倍甚至几十倍。这就是新加坡最狠的精准垂钓战略，用一艘顶级的迪士尼邮轮作为超级诱饵，把全亚洲最有钱、最舍得花钱的家庭全部吸引过来，然后通过极度发达的航空网络和高端服务业，把他们的钱包掏得干干净净。这种恐怖的吸金力，才是新加坡愿意花4000万去扩建港口的真正底气。不过，有钱人凭什么愿意来这里消费？这就不得不提新加坡另一张王牌了。最后，我们来聊聊最底层，也是其他城市最难复制的一道壁垒，那就是规则。有没有人在新加坡因为乱扔垃圾或者在地铁上喝水被罚过款的？可以在评论区举个手。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在国际上有一个外号叫罚款之都，动不动就要面临高昂的罚款。很多人抱怨这太严苛了，但你以为这仅仅是为了让城市表面上看起来干净漂亮吗？错，大错特错。这其实是新加坡用严刑峻法硬生生罚出来的一条商业护城河。我们来看看迪士尼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大家都知道，迪士尼号称拥有地表最强法务部，他们是一家极其爱惜自己羽毛，对版权保护到了吹毛求疵地步的狂魔。对于这样的顶级知识产权巨头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怕的就是周边满大街都是粗制滥造的山寨货，最怕黄牛倒票扰乱市场，最怕治安混乱影响品牌形象。但是在新加坡，这些担忧完全不存在。你走到滨海湾邮轮中心方圆5公里的范围内看一看，你找得到一个占道经营的无证小贩吗？你看得到一张乱扔在马路上的废纸吗？你敢在这里明目张胆地卖假冒的米老鼠周边吗？
根本找不到，也不敢。这种极其严苛的社会治理和合规性，为迪士尼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干净、有序、绝对安全的城市面貌，硬生生地砸出了一种无可替代的高净值氛围感。这就是迪士尼敢把价值上百亿的豪赌压在新加坡的底层土壤。表面上看，好像是新加坡在给迪士尼打工，还要被迪士尼抽成，但实际上是新加坡政府极其聪明地把迪士尼当成了最顶级的流量诱饵。他们利用严苛的规则打造了一个绝对安全的消费生态圈，把全亚洲最有钱的家庭全死死锁在了滨海湾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在这个生态圈里，没有欺诈，没有山寨，只有极致的服务和高端的消费。顶级 IP 赚到了钱和口碑，新加坡赚到了高净值人群的真金白银，这是一场极其完美的双赢。一艘20万吨巨型邮轮的争夺战，表面上看只是一次普通的文旅项目的招商引资，但如果你看透了本质，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广阔腹地的弹丸小国刻在骨子里的生存焦虑。正因为极度的焦虑，正因为知道自己输不起，所以他们才会被逼着把前瞻预判做到了极致。因为焦虑，所以他们才会不惜代价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治理规则变成了其他竞争对手根本无法逾越的高墙。这才是真正让人敬畏的新加坡模式。看完这期视频，你觉得你所在的城市能复制我们新加坡的这套玩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见解，大家一起探讨。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顺便看看我为大家准备的更多新加坡深度研究视频。我是阿明，一个带你看透新加坡社会运转真相的深度助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